数字2的人很 Q 弹，是人际关系的粘着剂。看看你们坚韧 Q 弹的人格特质到底该怎样驾驭感受，让它不是拖累人的包袱。开心也好，生气也罢，不甘心、后悔都可以。关键是怎样把感觉变成燃料，提供前进的动力。看传 A 泽村就知道咯。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如果你是2号人或生日主题刚好也是2的同学，一定体验过身为夹心饼干的进退两难。请理解一件事，面对梦想，直线不是最短距离，因为你不是1的人，冲出去大家都会怪你的。2的人需要来回询问，除了理性上的知道，还要感觉上的确认，有点像照镜子检查确认，最好还有对照组，辅助自己了解问题点在哪。怎么有种前进3步就会倒退2步的感觉？是的，这是2的前进方式，很像在跳舞吧。要跳得好，一个是盯着厉害的人努力跟上，再来是请人帮忙盯着自己，协助修正盲点，要时不时把理解和感觉进行交互确认才行。你可能会昏倒，怎么听起来这么麻烦？因为你的感觉很敏锐啊，如果不同步照顾到细节，只是咬牙硬冲，到夜深人静时麻烦就大了。选择的分叉点会自动回想不同选择的可能性，感觉很像长头发忘记润丝，洗完会整个大打结，只要多一个步骤就没事了，听到就赚到哦。想加速成长，请在内心锁定2个目标对象，一个是你欣赏的伙伴，努力让对方愿意和你组队；另一个是你可敬的对手，想办法和对方并驾齐驱。足足有9年的 N 倍，自己能飞多高，看目标而定。感谢每个不同等级的队友，包含猪队友哦，这样数字2最后才会成为人人心中的神队友啊。如果觉得自己在关键时刻难决定很苦恼，不妨去看钻石王牌，请看没有浓缩的原作，因为泽村和你一样是生日主题2的玩家，看看你们坚韧 Q 弹的人格特质到底该怎样驾驭感受，让它不是拖累人的包袱。既然人会有感觉，就应该是有意义的东西，开心也好，生气也罢，不甘心、后悔都可以。关键是怎样把感觉变成燃料，提供前进的动力，一起达成梦想。开心的程度比自己多更多哦，让我们一起从主角身上学聪明啊。数字2是人际关系的粘着剂，可选的角色很多，因此要找好理解的故事和角色才行。毕竟双数人从来都不是走直线前进的，会有很多的因为所以，像顺便买牛奶回家一样，就是刚好顺便不急，没有一定要怎样。问他们原因，有时甚至会一时半刻说不清楚，并不是动机不明，而是不知从哪里开始说起才好。所以双数人支吾其词时，理由多半不太单纯。要是在帮别人掩盖某件事，就更不能直说了吧。如果有误会又不解释清楚，怎么不歪楼呢？这也是故事变得复杂、乱七八糟、好玩的原因。今天来说以甲子园冠军为目标的钻石王牌。运动主题对女生来说通常比较难变粉丝，但这部钻石王牌和以往的运动作品不同在于，女性粉丝多到足以让声优集合打搞笑棒球哦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可能就是主角2的功劳哦。故事起点是青道高中球探梨子老师到处去看国中球赛，本以为一无所获时，在地方大赛发现泽村，虽然是乱打一通，毫无程度可言，但他持续鼓舞全队的热情，最后还爆发出神奇的投球，于是老师代表青道高中挖角他到东京来入学。泽村的爷爷觉得棒极了，但他本人却在第一时间拒绝邀约，因为他觉得答应就等于背叛了他的好友们，是不是闺蜜等级的决定？感动吧？但多数人一定会觉得这个家伙到底在想什么？明明是千载难逢的机运，接受才是理所当然的吧。泽村的生日5月15， 5+1+5等于11等于2，主题2嘛，决定的速度会慢一点，其实是正常现象。
5月15的2个5，让他很容易成为人群的焦点，因为喜欢和他一起玩，大家才加入球队的，人数不足，还要加上女生才能组成的棒球校队，因此泽村是乱糟糟国中校队的队长兼投手。严格来说，真正对棒球有热情的只有泽村自己。这种凝聚力算得上是一种超能力了吧？队长丢下家乡不怎么样的队员到东京追梦，这种背叛大家的感觉，泽村自己很难消化得了。毕竟还是中学毕业的大孩子，还不能完全懂得天赋是人人不同的，要持续锻炼才能发光发热。而梨子老师也不是简单人物，面对泽村的拒绝，改邀请他来青道观摩，以甲子园为目标的学校。第一次到青道遇到王牌打击手仗势凌人，果然就没大没小的去呛虾，两人要进行打击对决。准职棒球员的王牌打击威力惊人，学弟都怕，梨子就让天才捕手玉信来帮泽村蹲捕手，才发现泽村完全没有球路可言，就看着办咯。玉信让泽村尽兴的投，而且是怎么投都接得到，投得很畅快不说，竟然还糊里糊涂的赢了王牌，当场燃起泽村的投手魂，想成为王牌投手的渴望。5月15的15等于6，意味着梦想的驱动力无限大。去青道高中见过世面后，泽村的心被烧到了，这下尴尬了。投手梦想和朋友感情怎么平衡？参观回来后，泽村整个茶不思饭不想，不正常。大家才让泽村知道，只有他有才能，有投手梦，这点和大家想一起玩很开心完全不一样。爷爷、爸爸妈妈都赞成他去追梦挑战，失败怎么办？就和爸爸立志去东京玩音乐一样，再回老家种田咯，因为挑战过，至少很甘愿呐。用这种态度面对别人的梦想，很让人感动的，因为这才只是出发，是起点，没人能保证成果，毕竟有很多人是过不了心理负担就直接放弃的。到宿舍报到等于追梦的开始，但会一切顺利吗？当然不会，又不是餐厅点餐马上就能上菜。棒球是非常强调团队合作的，住宿舍是连生活作息都要作为训练的环节。想要成为全队的王牌投手，过程肯定更漫长，请大家去看动画吧，保证不懂棒球的也看得懂的。2个数字5，让泽村的喧闹强烈，加上嗓门也大，在讲求纪律的球队里面算胆大包天的白目家伙，敢偷吃学长的布丁外，还敢帮教练乱取外号。虽然常被制止，但久而久之竟然被大家接受。他类似搞笑艺人的打气法，把一起打棒球的快乐2度输出感染大家，是数字5才有的功力哦。5月15的生日主题等于11等于2，意味很有自己的坚持。数字11又称为大师数，就是要磨练成大师为止。以泽村来看，就是成为立志背号1的王牌投手。这种理所当然敢讲出主张的自信是非常1的，很需要胆识才能提出。但这家伙搞笑的是，自己的球速没测过，会什么球种，那是什么？怎样算王牌？要什么资格？他完全没想过耶。只有一个王牌，青道是棒球名校，球队破100人，不可能说了就算。其他人又不是塑胶，那就从拉着轮胎每天跑步，每餐吃3碗饭开始，锻炼体力一定用得到，其他的之后再说吧。这种没神经的乐观，反而是面对压力的大礼物哦。数字2会想留一个特别的位置给重要的人，这是很好认的一种特色，也是努力的重要理由。是女朋友吗？就知道大家会这样想，当然不是。以打进甲子园为目标的球队，没空谈情说爱的。对投手来说，最重要的人是负责接球的捕手。参观青道时，能够赢过王牌打击手，就是靠玉信。发现投捕间的默契胆识，能掌握比赛的主导权，体验到配球是投捕合作的作品而感动不已。那次之后，泽村就很渴望和队长玉信成为搭档，为了让自己配得上玉信的实力，只能拼命努力。这是主题2的特别待遇，用聚光灯锁定特别伙伴，像在宣告你和我一样重要，不是你就不行哦。
喵喵大师借用热门作品主角的生日来解说年轻、热情、奔放的数字，很简单好懂吧？算好自己的灵数，还有生日主题数字，来听节目就能很快认识自己和别人，让生日除了开趴、切蛋糕、看星座速配度以外，还能用来了解你是真心在疯什么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你的青春啦。你最在意什么呢？在体能、容貌、活力充沛时，最想投入什么事呢？每个主题数字会疯狂和向往的东西都不一样，不同的数字组合遇到不同的环境情况时，努力和表现也会转变。算经验不同，但感动相似，毕竟主题数字的核心价值是不变的哦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 2.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咯。